香港公共房屋發展已經超過70年歷史，從1953年因石硤尾大火後興建嘅第一型徙置大廈，到後來各種創新設計，例如雙塔式、Y 型，逐步改善市民嘅居住環境，亦都見證咗居民生活同文化嘅變遷。今日我哋將走入呢一段住屋歷史，探索公共房屋政策點樣回應時代嘅需求，塑造今日嘅香港社區。戰後開始嗰幾年咧，原來嘅即係內地嘅居民咧，為咗逃避內戰咧，都會走出嚟香港。仲有戰後初期嘅嬰兒潮，所以整體香港嘅人口咧以倍數咁樣上升啊！幾年之間，咁啊對房屋就造成好大嘅需求啦，亦都帶嚟好大嘅問題。但戰後啊，講到1951年啦，個人口已經升到話近200萬啦，已經新近嚟嘅一啲移民或者難民，經濟收入有限啦，冇辦法負擔呢啲租金嘅居民，佢被逼咧即係去山邊建木屋。佢本身就冇一個好清晰建屋嘅嗰個政策啊，咁啊，所以一直以嚟咧，政府係冇一個全盤嘅考慮點樣改善香港嗰個居住環境。另外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咧，就係香港開埠頭嗰100年咧，其實大部分嘅居民啊，其實唔係以香港為家噶嘛，好多係嚟香港做嘢揾工做，賺到足夠金錢之後咧，就會翻去佢哋鄉下。所以冇話一個好清晰嘅政策去解決個寮屋問題。嗰陣時是嗰個嘅居住環境係相當之惡劣嘅，因為咧就係好擠迫啦，好多人喺度住啦，咁同埋咧就係其實係嗰啲建築材料都係好容易係着火嘅，所以大火係好容易而發生。咁但係唔單止係咁樣喎，因為咧大火發生嘅時候咧，其實嗰啲因為太擠迫咧，其實連呢個嘅走火通道咧都冇嘅，或者係消防員嗰個消防車亦都嚟唔到咁樣嘅。嗰陣時嘅木屋亦係影響到呢個嘅社會發展經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嗰陣時係正係呢個嘅百廢待興嘅時候啦，咁其實好需要一土地嚟到係有嗰個興建一啲商業活動嘅嘢啊，或者係生產嘅嘢。咁但係全部咧都係俾啲木屋咧都係佔據咗所有地方咧，所以其實嗰陣時都係一個相當之大嘅一個社會問題嚟嘅。當時越嚟越多嘅寮屋區出現，並衍生各種問題，為後來嘅大火埋下伏筆，亦都促使公共房屋政策迎來轉變。咁53年石硤尾嗰場大火咧，其實就係發生喺冬天，10月25號啊，係冬天好凍。如果我哋睇翻石硤尾大火嗰個報告啦，而家我哋喺檔案處去睇到啦，好清楚講，因為要安置呢班災民，同埋要提供伙食俾呢班災民，用嘅錢咧非常之多。政府入邊嘅公務員啦就計過嚟咧，就認為咧，如果用2個禮拜嘅伙食嘅價錢啊，其實已經可以起到個非常之簡陋嘅房舍。咁可能政府認為咧，都係時候要解決呢個寮屋嘅問題。所以嗰陣時亦都係政府於是喺呢個聖誕大火之後嘅4日咧，一個嘅可以講係破天荒第一次係政府出錢嚟到係起樓俾普通市民住啦。第一型嘅設計咧，其實係好簡單嘅，係一個房間咧，其實就120尺啦，一個長方形咁樣嘅，咁就有大約係64個單位咧，依類咁嘅單位咧，就背靠背咁樣，就分成2翼。咁中間嘅部分咧就係嗰個係公用地方嚟嘅，咁咧就係包括咗呢個公用浴室啦、公用廁所啦咁樣。咁但係個浴室係冇水嘅喎，咁啲水咧就要靠咧就側邊咧就有每層咧有2個，佢哋叫做洗作房啦，即係佢或者有啲叫做水喉腳。咁咧就雖然你話覺得而家覺得係嗰個要大家共用廁所或者共用一個水龍頭咧，64伙先得2個水龍頭。但係如果佢哋以前喺呢個木屋居住嘅時候咧，其實500個人先有一個水龍頭嘅。咁所以如果你計一計數咧，而家係8、6人就已經有一個水龍頭咧，其實已經係好大嘅進步嚟嘅。你攞水都每日攞水啦洗衫煮食都要去水喉房嗰度攞水。咁其實呢個對佢哋個生活環境咧一個好大嘅影響㗎。對沙市區咧早期居民咧一種慢慢建立咗歸屬感。咁所以水喉房附近咧多數都有啲麻雀聲嘅。
咁啊，久而久之咧，其實變咗一個好似一個俱樂部咁嘅，係啊，即係有一個俾佢哋一個康樂中心。咁啊，大家可以去傾偈交流，買餸邊度平邊度好啊，邊個鋪頭好啊咁樣樣，所以慢慢建立咗一種情義啊。初咧時候咧就係6層高嘅，咁後嚟咧其實1年之後好快係政府檢討就，發覺呢個嘅計劃係相當之成功喎，咁所以就加咗1層啦，咁咧就變成我哋而家好熟悉嘅7層大廈啦。除咗話住屋之外咧，其實有陣時係嗰個地下嘅地方咧，有啲地方咧，我係嚟做咗呢個商業用途啦，好似類似我哋而家街市咁啦，或者係一啲商店嘅地方啦，咁亦都有陣時咧就係可以我哋做擺一啲康樂設施啊，或者可能有啲棋盤啊，或者係有啲乒乓波台啊咁樣，咁或者係可以我哋做呢個通道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嗰個地下咧都係好有用嘅。第一型徙置大廈即係落成咗之後，其實都係好受歡迎啦。其實亦都係一個可以講係一個世界矚目嘅一個嘅成功嘅徙置案例嚟嘅。咁而咧當時個人口亦都係其實有增無減嘅。咁同埋嗰陣時環境咧，其實亦都係冇改善到嘅。其中即係最不足嘅地方就係人均面積。咁啊，其實人均嗰個面積咧，其實係遠低於標準嘅。徙置區係24尺啊嘛，所以120尺有5個大人，細路仔就10歲或以下就當半個。一間120尺嘅房，其實而家嘅人住7、8個人嘅。所以瞓地下咯，細路仔要，或者啲男仔要瞓啲公共走廊咯。第一型徙置大廈雖然改善咗基本居住條件，但空間狹窄同設施不足，仍然為居民嘅生活帶嚟不便。其後經過多番嘅嘗試同改善，政府吸取經驗，逐步推出更完善嘅設計，努力提升居民嘅生活質素。咁咧，其實由1961年時候開始咧，我哋就有開始咗第2型嘅徙置大廈嘅。咁其實第2型徙置大廈咧，可以講喺嗰個嘅公用設施方面咧，即係例如公共浴室啊、公共廁所啊，其實都係增加咗嘅，多咗嘅。咁咧同埋咧就喺個大廈咧嘅尾部咧，就係加多咗一啲大一啲嘅家庭單位嘅。咁然後到第3型嘅時候咧，咁我哋咧就開始有呢個大中細房咧，就可以我哋適合咗唔同家庭人數嘅需要啦。因為徙置區嘅1、2、3型係冇 lift 嘅，咁居民都係要行上行落啦。咁對一啲年長，特別係行動不便嘅老人家咧，即係都帶嚟困難嘅。咁但係去到4、5、6型嘅徙置區之後咧，有 lift 啦。因為又高啲啦，好多係12或者16層添啦嚇。咁有啲老人家咧年紀大咧，佢哋都仲可以落街去散步，或者飲茶，或者做啲買啲自己中意嘅嘢咁樣樣。呢個對老人家嚟講都係重要嘅。其實60年代尾嗰陣時係華富邨嗰個出現，嗰陣時咧就真係從一個生活小區嗰個概念嚟到係設計嘅。咁喺呢個生活小區裏邊咧就有我哋日常嘅必須嘅譬如商鋪啊、街市啊、呢個交通嘅即係巴士站啊、小巴站啊、另外有中學、小學啊，咁同埋有一個即係呢個綠化空地啊。1972年嘅10年建屋計劃，可以講係一個破天荒嘅一個係政府對市民嘅一個承諾嚟嘅，就係承諾每人都會有屋住嘅，要係等180萬嘅人係呢個嘅有呢個嘅適切嘅居所，即係話唔單止係個單位本身，同埋佢嘅環境都係一個嘅係比較良好嘅一個環境。咁另外咧，亦都係愛嚟發展新市鎮，呢個係一個相當重要嘅一個嘅政策嚟嘅。另外就係對一啲舊村要重建，包括石硤尾10年建屋計劃開始之後咧，咁除咗個單位咧係大咗少少之外咧，就係有考慮嘅私隱個因素啦。住喺同一層嘅居民咧，大家都係用個廁所係嘛，都係用個廚房，有啲都係有爭拗㗎嘛。但係入咗去呢個系統之後咧，你變咗個獨立嘅一個單位，入邊有廁所有水，有一個合理嘅通風系統。到咗後來開始興建嘅新嘅公屋咧，就考慮個居住環境啦，係咪要有適當嘅休憩場所咧？甚至連嗰個屋嗰個座向啊，都要考慮係咪呢個座向咧對嗰個空氣流通好啲咧？
或者嗰個太陽啊，即係射入公屋係多定係少啊？從徙置大廈到10年建屋計劃，公屋再唔係應急之策，而係成為城市發展嘅重要考量之一。新市鎮嘅興起同配套設施嘅完善，反映出政府對居民生活質素嘅日益重視。喺1990年代外嘅時候咧，其實嗰陣時嗰個嘅申請公屋嘅人數咧，其實係有增無減嘅。咁咧，所以即係對於個公屋嘅需求係好大啦。但係當時咧就有我哋面對咗另外一個困難咧，就係建築工人唔夠。咁所以嗰陣時要解決呢個問題，最重要嘅就係當然係要點樣可以減少人手啦。譬如預製組件啦，用呢個嘅機械化嘅呢個吊運啊，所以咧就係亦都係因為咁樣嘅時候咧，我哋就出現咗呢個和諧式大廈啦。千禧年嘅時候咧，咁我哋又面對咗另外一個問題，因為咧嗰陣時我哋可以起樓嘅地方就越嚟越少啦，所以咧變咗係可以俾公屋興建嘅地方咧，就好多時變咗係一啲邊陲嘅地帶啊，或者係一啲零碎嘅土地，連呢個嘅即係比較我哋體積比較細嘅和諧式大廈咧，都擺唔落嘅，咁所以亦都有需要呢個嘅係做一個嘅係非標準化嘅設計。呢一種靈活嘅設計，適應咗複雜嘅地形，等公屋政策得以喺困境中持續推進，展示咗香港人因地制宜嘅智慧。公屋嘅設計其實一路我哋睇落嚟，都係其實係迎合呢個嘅居民嘅生活需要啦。咁同時亦都係呢個嘅公屋嘅設計，亦都係影響咗嗰個居民嘅呢個嘅活動啦，可以講係或者係增長咗佢哋嗰個譬如構建呢個嘅社區啊嗰個關係嘅。咁所以你睇到其實我哋一路嚟講，其實唔係話一帆風順嘅，都係一步一腳印咁走過嚟嘅。其實每次遇到困難，我哋都係用盡我哋嘅方法嚟到克服佢。咁然後通常我哋都可以喺呢個嘅找緊呢個機遇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更加發展得好，可以係浴火重生，係變成火裏鳳凰。咁亦都係可以講係構建到我哋呢個嘅獅子山精神。